太他媽狠了！這是智勝第6集連戰連勝帶給我的直觀感受。提到殲20，提到055大區，提到我們各種大國重器，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不是飛機多快，導彈多猛，戰艦噸位多大？是不是拿紙面參數跟國外裝備挨個掰手腕比輸贏？如果你還停留在比單機、比單艦參數這個層面，那我跟你講，你大概率完全沒看懂智勝第6集連戰連勝。很多外網軍迷包括美國不少智庫，天天盯着殲20的最大速度、隱身 LCS 值，天天扒殲16的掛載能力。但是呢，美軍真正發自內心忌憚我們的，根本不是一架殲20，也不是某一艘萬噸大驅，真正讓他們睡不着覺的是殲20背後那一套完整運轉的空天聯合作戰體系。這就是今天我要給大家撕開的真相。我是白放大招，歡迎來到老友記。你可以想象这麼一個畫面：殲20呼啸升空，它不是孤身一人千里走單騎，天上有預警機守望，有衛星俯瞰寰宇，海面有戰艦雷達持續補盲，水下有潛艇靜靜潛伏，地面有遠程雷達網持續掃描，空中有無人機前出偵察，電子戰機隨時準備壓制對手信號，後方聯指中心實時算好最優打擊路徑。這一整套網絡全部打通，才是殲20真正的戰鬥力來源。脫離這套體系，再先進的戰機威力直接打對折，甚至更多。孫子兵法裡講過一句話：故善用兵者，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什麼叫常山之蛇？打腦袋尾巴過來救，打尾巴腦袋過來救，打中間頭尾一起過來支援。這不就是現代聯合作戰最古典、最高級的東方哲學表達嗎？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剛開始的時候，那是相當骨感。很多人以為我們的聯合作戰是水到渠成，開機即滿級。看完紀錄片你才會恍然大悟。10年之前，我們的聯合作戰簡直就是大型跨物種溝通外星人面基現場。把時間撥回到2016年2月1號，歷史性的一刻，5大戰區正式成立，7大軍區退出歷史舞台。軍委向5大戰區授予軍旗，發布訓令，要求建設絕對忠誠、善謀打仗、指揮高效、敢打必勝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這不是簡單改個名字，這是整個軍隊指揮架構開天闢地的重塑。那一批進入聯指大廳的軍人心裡都明白，黨跟人民把這份沉甸甸的擔子交到了手上，何其榮幸！但挑戰也是地獄級別的。過去是大軍區體制，各軍兵種大多各管一攤。海軍有海軍的語言，空軍有空軍的語言。海軍出海打仗習慣寫厚厚的文檔，講究2圖1表、3圖1表，一張大協同計劃表，密密麻麻文字表格，慢慢研判態勢。空軍在天上飛，速度快到眨眼幾百公里，根本沒時間坐下來啃長篇文檔，直接甩過來一張態勢圖，一切看任務指令說話。好家伙，2波精英湊到同一個指揮大廳，直接上演雞同鴨講。海軍看表格，空軍看圖紙，一個習慣看靜態態勢，一個呢習慣聽動態任務。方案加班加點籌劃1個多月，紙面看上去天衣無縫、完美無缺，結果呢演習一開打，真實戰場態勢根本不會按你的劇本走，突發狀況一冒出來，全場直接忙成一鍋粥，空域亂套、順序亂套，各個力量銜接全部掉鏈子。紀錄片裡那句台詞振聾發聵：如果這是實戰，這是要吃大虧的，也是絕不允許發生的。最後全流程評估出來，戰區成立之後第一次大規模聯合演習，聯動籌劃 B 級，指揮控制 B 級。坦白講，這個分數相當於大考只考了中等偏下。指揮大廳裡面所有人聽完導評組結果，氣氛尷尬到腳趾頭都能摳出31聽。很多人心裡都是委屈的，我們都是各軍種挑出來的尖子，個個業務過硬，為什麼合在一起反而拉胯了？這兒就要拋出第一個反常識的痛點，也是絕大多數普通人，包括很多國外軍事分析家踩進去過的大坑。把一堆頂尖高手湊在一間屋子裡，不等於團隊強大；把一堆先進的武器擺到戰場上，不等於聯合作戰。道德經講：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什麼叫充氣以為和呢？不同的個體、不同的力量，不能只是簡單的物理堆在一起，要相互磨合对冲，最後形成一套共同的逻輯。這才叫真正的和。物理堆砌是簡單的，化學反應才是最難的。戰區早期遇到的恰恰就是這個難。
題人湊齊了，裝備湊齊了，系統硬件全部到位，但是联合的魂兒沒有建立起來。不是把海軍、空軍、火箭軍、心智力量人員做一塊兒就叫聯合，真正的聯合是要建立一套統一話語平台，所有人用同一套聯合思維思考打仗，各軍種要放下過去單軍種的路徑依賴。這個思想表面的轉型遠比買新飛機、造新軍艦痛苦10000倍。很多外網評論特別喜歡陰陽怪氣兒，說我們的演戲就是擺樣子，劇本全寫好。但央視這部片子恰恰告訴我們真相。我們敢於把自己早期翻車、踩大坑、拿 B 級的黑歷史完整公開出來，敢於直面短板，才是一支軍隊最大的底氣。反觀某些西方国家，天天吹自己聯合作戰天下無敵，但是內部軍種利益內卷，各軍種搶預算，各搞各的裝備，就像美國的 F-47，海陸空各一套方案，你說怎麼搞？很多時候也是表面聯合，實則各懷心思，這就是典型的外強中幹。痛定思痛之後整個戰區開始向內復盤，刀刃向內找解決方案。既然紙面籌劃不行，那我們就不能在數字虛擬世界打仗，用科技加網絡的思路，搭建一套虛擬指揮對抗環境，在電腦裡邊模擬真實戰場，反復淬煉聯合作戰能力。於是戰區的智囊心智團隊接下這個硬骨頭。這幫人很特殊，既懂打仗指揮，又懂代碼技術，但是起步階段飽受內部質疑。這件事到底有多難？聯合作戰要素成千上萬，流程的盤根錯節，不要說寫代碼實現，很多邏輯道理你要講着讓各個軍種全部信服，都難於上青天。其中有一個核心仿真模型，團隊死磕3個多月，代碼前後重寫50多次，就是跑不通，一直報錯，完全達不到實戰標準。寫過程序、做過項目的朋友都能體會這種絕望，熬無數個通宵，改幾十版，結果系統就是不給你面子，團隊陷入巨大的瓶頸。直到一次實彈打靶，負責人靈光一現，找到了破局之道。他打了一個非常絕妙的比方：戰場上各個兵種作戰單元，就好比各式各樣不同的槍。神槍手厲害，不是只會用一把槍，而是每一種槍械的特性爛熟於心。我們要做聯合的神槍手，把海軍、空軍、火箭軍所有的實戰經驗全部物化、融合、沉澱進同一套系統裡邊。聽懂沒有？不是拿一套通用的軟件過來改一改，而是跑遍各個部隊，一場接一场跨兵种對接，把一線實戰經驗一行行翻譯成數據、字段、算法，機場參數增加字段，艦艇參數補其特徵，電子對抗模型迭代優化，把現實戰場規則完完整整複刻進數字空間。終於有一天，聯合作戰指揮對抗預先推演正式啟動，屏幕上邊代碼瘋狂刷屏，服務器風扇轉速瞬間拉滿，那一刻成了。這可不是單單一套可以運行的軟件，這是在數字世界硬硬的拉出來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聯合作戰制胜代碼。易經同人卦講，同人於野，亨，利是大川。同人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在廣闊格局之下，讓不同力量志向相同，同心協力，才能渡過大江大河。這套虛擬對抗系統幹的就是這件事兒。來自不同軍種的指揮員，帶着各種各樣的真實作戰難題，進到虛擬沙場，大膽試錯，大膽推演戰法。現實中演習代價巨大，但是數字環境裡邊你可以隨便折騰，不怕犯錯。大量全新戰法在這邊反复驗證之後，再把戰法算法化、數字化，迭代升級智能決策輔助系統。10年前我們演習拿 B，10年之後南部戰區大規模實兵聯合演習，聯動謀劃 A， 指揮控制 A， 拿到雙 A 的高分評價。這可不是劇本演出來的，是無數次踩坑、改錯、迭代熬出來的成果。說到這兒，很多觀眾會問 ：OK， 指揮中枢的大體我們建好了，那是不是萬事大吉了？這裡就來到第二個普通人看不到的痛點：聯合作戰不能只待在機關大樓裡邊，必須下沉到戰術一線，落到戰艦、戰機、基層部隊身上，不然就是空中樓閣。紀錄片給我們展示了特別真實的南海一線故事。在南海外軍艦機輪番過來試探，外軍5批8艘艦船在周邊活動。荷蘭 AH-90 直升機闖入，我們海軍553艦直接喊話驅離，海警3305艦面對外艦危險大角度轉向，當面警告。面對菲律賓軍機闖入黃岩島空域，我們依法驅離，守護祖宗海的紅線，分毫不讓。但是一線處置遇到現實難題，殲16戰機飛在空中，眼睛拳頭都很快，但是戰鬥機留空時間有限，海軍軍艦在海面可以長時間盯防，
但是空中快速反應能力有限，如果各干各的，戰機歸空軍管，軍艦歸海軍管，信息不能實時互通，就容易錯失最佳處置窗口。於是就必須推進到戰術級聯合作戰，讓海上軍艦跟空軍戰機直接聯動，隨意入網，戰訓耦合。一艘軍艦不再僅僅是一艘船，它變成整個大體系的情報終端、通信中繼、火力支點。一架戰機也不只是天上一架飛機，它是整個海空網絡的一個節點。但是剛開始搞戰術級聯合訓練，依舊踩得滿頭包。海軍習慣看態勢，空軍習慣聽任務，兩套話語體系，兩套工作邏輯。護盤報告寫幾十頁紙，暴露出密密麻麻的問題。海面是2維平面，天空是3維立體空間，視角不一樣，思維邏輯天然不一樣。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放到軍事上，先進裝備是地利，天时是戰場環境，而人和就是各個兵種之間的協同默契。裝備再好，如果人和做不到，那就是1+1小於2。真正打通联合之後，才能實現1+1遠大於2的體系增益。於是海軍跟空軍一線官兵坐在一起，一點點打磨聯合機制，統一協同規則，一遍遍磨合訓練。到片兒後邊我們看到那一段酣暢淋漓的實戰化推演，雷達遭遇敵方干擾，跟蹤不穩，艦上直接召喚殲16D，電子戰機實時對等反制干擾，干擾壓制完成之後艦機協同，滿足發射條件直接開火。指揮權可以直接移交軍艦，戰機直接接收軍艦推送目標，一體交戰。這就是戰術級聯合開花結果的樣子。接下來還有一股改變現代化戰爭格局的力量，就是新域新制的無人作戰力量。過去無人機在演訓裡邊分配任務往往比較單一，就單純出去拍照片偵察一下就完事兒，作戰效能發揮不出來。但是現在不一樣，聯合軍官走出機關，下沉基層，把聯合思維注入到無人機這支新制力量身上。很多人以為無人機就是飛過去拍照，真正的關鍵點是海量無人機情報數據跟陸軍、海軍、火箭軍真實作戰需求深度交融聯合。無人機拿到的情報知道給誰看，給誰用，知道怎麼轉化火力打擊的依據。於是無人機華麗轉身，變成火箭軍目標獲取新渠道，海軍態勢感知新方式，陸軍遠程火力打擊的重要支撐。智能化的勢能真正轉化實打實的實戰效能。片子裡邊那段模擬強敵大規模來犯的大場面，看得更是熱血沸騰。敵方大型水面編隊高速逼近，艦載機群來襲，實施防區外導彈打擊，甚至放出反輻射導彈。我方4架無人機已經在空中執勤，持續無人機立刻起飛，接續無人機立刻起飛，預警機、海上戰艦全部接入體系，無人機快速獲取敵艦機信息。AI 做 A 級智能分析，目標信息直接推送聯合打擊平台，持續滾動更新態勢。軍艦開啟 A 級戰鬥狀態，接收上天、海上多元情報，一體化智能防空系統自動分配火力，成功攔截來襲導彈流。緊接着聯勤保障就位，啟用作戰模型，修訂聯合反艦打擊預案，水面艦艇岸基反艦火力單元，空中殲擊機掩護編隊，各個火力節點按照 K 時刻準時就位，準備實施聯合火力打擊，癱瘓敵方編隊。整個過程沒有哪一件裝備單打獨鬥，全部是體系一體運轉。說到這兒，咱們就可以回答視頻開頭拋出的核心問題，也是給大家奉上完整的解決方案。為什麼美軍真正忌憚的不是歼20的速度，不是單一王牌裝備？第一，現代戰爭對抗早已不是单件武器 PK， 是人才支撐起来整套體系跟另一套体系硬碰硬的对抗。制胜片裡結尾這句話特別值得刻在腦子裡。未來跟強敵對抗，絕不是裝備對抗，而是一群聯合作戰人才支撐下的體系對抗。你可以買到全世界最好的飛机大炮，但是聯合作戰體系花錢買不来，它需要體制改革、思維革新、海量試錯、人才梯隊、工業算法、通信鏈條全部打通。這是一個大國才玩得起的遊戲。很多国家買一堆萬国牌明星裝備，看着光鮮內部数据不通，話語不通，真打起來一碰就碎。第二西方很多軍事思維深陷王牌武器崇拜，總幻想着一两件超級兵器決定戰場勝負。而我們東方的軍事智慧從孫子兵法開始就追求整體協同，追求長山之蛇一般的聯動。5大戰區10年改革，本質就是這種古老東方兵家智慧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現代科技重新落地。
第三，體系建設沒有一勞永逸。2016年我們開局 B 級，不是恥辱，而是起點。敢於暴露問題，敢於復盤改塑，從指揮中樞頂層設計，下沉到艦機一線戰術協同，再到無人心智力量融入體系，骨架、靈魂、血肉，一步步搭建完善。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天天吵歼20對比 F-22誰更強，055對比阿利伯克级，孰優孰劣？不是說裝備參數不重要，但是千萬不要一葉障目。歼20飛得再快，它的底氣來自身後一整套千錘百煉的聯合作戰大網。當然，也會有人抬槓說美軍很早就搞聯合作戰，但大家要分清楚，軍種內部協同和跨軍種深度融合完全是两回事兒。美軍內部各軍種利益壁壘根深蒂固，搶預算、搶任務，很多聯合停留在紙面跟演習層面。而我們的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這套頂層設計，從制度根源上解決這個難題。10年聯合落，一代人幹了開天闢地的大事兒。從一開始各說各話，亂作一團，數字仿真50次代碼推倒重來，演習 B 級跌倒，到如今頂層指揮 A， 戰術艦機一體，無人心智力量深度嵌入，海空天網之救，守護祖宗海的銅牆鐵壁。易經師卦講，師真丈人吉，師代表軍隊，真代表正道。軍隊真正的吉利，不在於逞兵器之勇，而在於制度、思想、人才全部歸於正道，萬物協同。最後我想說武器可以快速制造，但是联合作戰的魂要靠一代人呕心沥血慢慢淬煉。這就是央视制胜的第6集，藏在炮火與戰機轟鳴之下，大多數人看不見的真正內核。我是白放大招，點讚關注，下期再見。